大家會發現哈，很多人講幼態臉，就有很多人幼態臉追求過度，把臉填得像巨嬰一樣跟飽滿。到現在有很多人追求說我要骨相美，但這個骨相美不是說我們要凹進去，不是這樣凹進去，我們要的是你雖然是圓潤的，但你有折疊度，這個叫骨相美。骨相美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域，就是今天的主題——眉弓大戲區。身為解剖美學的奠基者，我始終堅持解剖分層為基礎，結構力學來設計，安全優先是原則。因為眉笑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。眉弓跟大戏區這個地方，它的塑造會影響到你上半臉的骨相。我們不管男生或女生呢，其實我們看一個人，常常都看他的眼睛。那在以前呢，大家對要讓一個眼睛變漂亮，大家都永遠只想怎麼割双眼皮。可是大家却忽略一件事哦，我們一個眼睛要好看，往往不是眼睛本身眼皮好看，好，你的眼瞼肌要夠。我们還要注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眼睛周圍的構造。眼睛周圍的構造呢，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所謂的內輪廓。那這個眼睛周圍的構造就包含什麼？眉弓，還有我們的大戏區。那當然，這裡面就還有延伸到我們額頭的部位。等一下我們後面會帶一下。好，那我們在講這裡面呢，我們先從這個眉弓我們開始講。好，那眉弓呢，其實指的就是我們眉骨的這個地方，也就是我們剛剛看一下 Irene 我們的眼睛上面這個眉骨的這一區。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啊？就是你的眼皮啊，你如果要好看，你的眉毛也不能太壓迫太低，尤其是東方人我們的骨頭的構造，它就不像外國人。像外國人啊，他的眼皮如果低一點的話，你會覺得他是深邃。可是外國人呢，如果你的眉毛太低，看起來會很凶，會很凶。那所以在我們處理眉弓之前的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，大家一定要注意這件事，非常重要，就是要先讓你的眉眼的距離是要足夠的，非常重要。好，有时候我遇到一些客人來說，我想让我打一下我的眉弓，眉弓不是每個人一來就可以打的哦。我們要塑造眉弓，我們有幾件事情要注意，大家注意。第一件事，你的眉眼間距首先一開始就不能太低。好，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眉眼間距？我們看一下這個圖，這個圖呢指的就是眉毛跟我們的睫毛之間的距離，這個叫眉眼間距。我們來看，像這個圖，它的眉眼間距本身其實沒有到很開。這個時候，如果你直接去打眉弓，它的結果是什麼？因為它這個地方啊，我們眉弓打飽滿起來的時候，從正面看起來，它的眉眼間距會變得比較低。這個時候，它本來眉眼間距就不太夠，你又打了眉弓，它看起來變得很凶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讓你的眼睛看起來有神，好，我們的眼皮處理完之後，很多人會開始注意到我們的內輪廓、我們的眉弓、我們的大戏區，這是第一件事情。你要打眉弓之前，第一件事情要注意的是你的眉眼間距夠不夠。那眉眼間距如果不夠的話，怎麼辦？坦白說，以前用微整形非常難處理。你想想，如果一個人眼皮有點垂，用微整形有什麼好方法？目前應該是沒有。都想不太到，對。有些人說我打電波、打音波，說真的，打完以後，有的時候要用顯微鏡看才看得出來有點往上。這個坦白說呢，所以我其實沒有那麼喜歡叫客人打眼周的電音波。好，為什麼？我就問你，眼皮周圍的皮膚薄還是厚？很薄嘛。你打電波、音波，它都是靠能量嘛。那它當它能量低的時候，你去打，那效果會好嗎？不好。你為了效果好，能量高會怎樣？燙傷。對，會燙傷。眼皮很可怕嘛，所以大家每個人一直在打都很輕柔，效果就不好。於是就有人說打肉毒可不可以抬眼皮？可以哦。可是抬的力量呢？這個還真的是有論文的哦。大家知道我的這個論文讀書會，我們那邊念了2000多篇的論文，大概200多位醫師在那邊看論文，裡面就有研究用肉毒來抬眼皮，可以微微往上抬1 mm 以內。你嘆一口氣沒關係，你還不到下垂的年齡。但我這種垂的，我自己打的覺得實在是沒什麼感覺，效果不太夠。好，那還有什麼方法？有人說我知道打玻尿酸，你知道嗎？幾年前有流行哈，就是在眉尾這個地方打玻尿酸。我跟各位講，哇，打了馬上提上去，2個月以後垂得更嚴重。為什麼？因為這些填充物它本身呢就是凝膠的東西，你打在這一開始它鼓起來，我覺得它有上去，對不起，就像一個水泥，你啪打在牆上可以，甚至它一定會慢慢往下滑，之後反而會垂得更嚴重。好，所以大家覺得很頭大怎麼辦？張醫師，你講了半天就是叫我去給你額拉嘛？沒有，還是有方法的。我們還是有方法的哦。我們現在有2個方法，好，可以來改善你眼皮的垂，都是微整。第一種方法呢叫做八字亮眼線，好，它就是用我們八字的原理。好，那一般診所埋線是利用那個線的導钩，就這樣勾在上面，這樣勾，把你的眉毛往上。哦，對不起，這個效果超差的。為什麼？因為你眉毛會動啊，你每天會做表情啊，那個導鈎你這樣來來回回，它一下就掉。這種做法只能維持3、4個月，效果超級差。所以很多診所在1、2年前有推出這樣的療程，後來都不敢推了，因為被罵爆。好，可是我們的做法不是這樣，這是同樣是線，我們是像這個樣子繞，這個樣子的做法，呢，它一端固定在上，一端固定在下，它就可以很牢靠。好，它的效果就非常明顯，它可以明顯把你眼皮往上抬。好，我們可以看一些术前术的照片。好，那這是一個方法，這個方法恢復期短。那還有另外一種方法，就是我們的無痕提眼尾、無痕提眼皮的方式。好，那它這個方式呢，它有點類似像我們縫雙眼皮的時候，不是會就像我們有时候會割雙眼皮跟縫雙眼皮。好，那我們這個方法有點類似像是縫，把你的眉毛往上縫上去，往上固定。好，用縫合的方式。好，它恢復期很短。
好，那這個維持時間就比較長啊，用這種方式就可以非常非常有效的把眼皮跟眼尾往上提。那像這2個方法呢，就可以非常有效而且很簡單的是用微整的方式就可以幫你提上去。我講這麼多的意思是說，我們呢要改善我們內輪廓，上半部第一件事要處理眉弓的時候，要先注意你眉眼距夠不夠。你眉眼距如果不夠的話，你去做填充眉弓，看起來會很有壓迫感。你眉眼距夠的狀況下去填眉弓，那樣才會好看。所以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是填眉弓它的形狀。好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芊芊。好，其實呢，我們都知道，我們眉毛分成眉頭、眉峰跟眉尾。哦，大家以前在填眉弓的時候啊，沒有在管，整條就這樣一條這樣打過去，打完以後看起來像什麼？像蠟筆小新，你要這樣粗粗的，這樣當然就不好看了，對不對？其實我們一個好看的眉毛，我們去看，比如說我們看一些藝人，好，我們來看啊，比如說像阿嬌，好，比如說像張柏芝。你仔細看啊，它這個眉弓的這個形狀啊，它一定呢是在眉峰。我們眉峰的位置在這個地方，眉峰這個地方呢，它會是最高點。這個最高點包含着2個含義，一個是它的形狀，它的形狀呢，整個眉毛最高上下最高的位置，它最上方，這叫最高。第二件事就是來我們看側面，整個側面看最突出點也是在眉峰的位置。眉峰怎麼定義？眉毛的最高點。对。但是如果今天有客人來，他本來的眉毛形狀沒有很好看，我們要幫他打眉弓，我們要怎麼幫他定義這個最高點呢？骨頭最高的位置啊，講得很好。我們從這個最高點呢，我們有2個方式定義它。第一個方式呢，是從這個美學上面呢，就是傳統啊，有一些化妝的人他會這樣畫，就是我們的眼尾跟我們的鼻翼的連線，這樣一個連線，這樣的一個連線。好，我們看，大概就是眼尾跟鼻翼的連線，這個連線過來，這個我們定義成是眉峰的這個位置。這個是美學的連線。可是這個連線呢，它有一個要注意的地方，有些人鼻翼很寬，有鼻翼很寬的話，它連線位就跑掉了啊，所以不是每一個都適合這樣。還有一個方式可以定義它，我们有請 Irene 出場了。Irene 雖然離職了，但對我們幫助很大。每次我這樣講，跟爆拉頭感覺很變態。這個是我們眉骨的地方，眉峰的最高點剛好就是我們的太陽穴跟額頭交界的地方。這個是我們的那個眼眶骨的外側緣，這個是我們的這個顴骨的最上緣。那我們來看到額頭跟眉毛交界的位置，大約它的位置就是我們眉峰。我們希望打出來它是最高點，同時也是最凸點。這個就是我們眉峰的定義。好，那所以我們當我們在打的時候，打到這一區呢，我們就要打的量多一點，方向也要高一點。好，那這樣做出來的這個形狀才會是比較好看的。那所以這裡又提到一件事情，好，這個就是什麼叫做眉弓的高度，應該嚴格來講叫眉弓的厚度。好，我們來看這個圖，眉弓的厚度指的就是它的眼球表面跟我們眉骨的最凸的這個凸點2個凸點的距離，這個叫做眉弓的厚度。好，這個厚度也是要注意的。為什麼要注意？有什麼人其實他很適合打眉弓，稍微打的稍微厚一點點。如果你眼窩本來就凹的人，你打了會怎樣？變山頂洞人，對不對？像這個骷髏人。所以對於一些本來眼球比較凸的人，你要怎麼讓他眼球看起來不凸啊？我知道，把他眼球挖掉啊，我沒那麼殘忍，對。這個就很像嘴巴比較凸的人，要怎麼讓他看起來沒那麼凸？削骨嘛，啊。但是如果你不敢動怎麼辦？啊，而且眼球你沒辦法把它弄進去啊，這怎麼辦？這樣嘴凸的人，我們就會把下巴墊起來，把法令紋墊起來啊。4個要素：蘋果肌、鼻頭，我講過啊，嘴凸。這個有興趣的可以去看我們嘴凸的那一集，好，微整形的部分。那眼球凸的人怎麼辦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加強我們內輪廓的眉弓。當你眉弓比較出來的時候，你的眼球看起來沒那麼凸了。好，一個山峰很高，你要怎麼樣看沒那麼高？要把山峰去掉，要麼就把山谷填起來。好，這是一個方法。另外呢，就是像有一些人他的眼皮比較厚，好，他也適合填眉弓。但回到我剛剛一開始講的，填眉弓呢，第一件事一定要注意眉眼距不能太近。有一些人他眼皮比較厚的原因是因為他這裡垂了。好，當這個地方垂的時候，你看他眼皮會變厚。好，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先把他眉眼距抬起來之後，再去做他的眉弓才是適當。如果他今天眉眼距已經很近了，他眉眼距一近，他的眼皮变厚了，你在填眉弓會發生什麼事？第一個，它會更垂；第二個，這個時候啊，下垂造成你又填這個眉弓，它整個就會太凸了，看起來像山頂洞人。所以我們先把它提上去之後，你會發現他眼皮沒那麼厚了，然後提上去之後，他眉眼距沒那麼開了，這個時候填眉弓，它出來才是好看的鼻翼。所以做微整，你會發現我從之前講到現在，我一直在強調，我不只在跟大家講結構，我在跟大家講美學，我還很強調一件事叫順序。做東西是有順序的，有時候客人來說，我要做什麼，說我比較建議你先做別的，我不是要多賺你錢，主要原因是因為你要這樣做出來順序才會自然。我剛提到的說，我們眉弓啊形狀的部分有那個厚度嘛，眉弓的厚度。另外我是不是還提到，就是說我們眉峰會是最高點？你看哦，如果你今天眉峰呢，你的最高點打得太下面，它的形狀眼尾是這樣往，看起來是不是看起來沒精神？那你的眉峰是往上的，看起來才會有英氣勃發，才會有精神的感覺。所以打眉弓形狀很重要，厚度很重要。好，
再給大家複習一次，因為我知道這個主題大家比較不熟悉。處理我們內輪廓上半部，第一件事眉眼距要夠，第二件事眉峰的厚度我們怎麼決定，第三件事是眉峰的整個它的形狀我們要怎麼定。這樣做出來的眉弓呢，也就不會有壓迫感，就會自然。有這麼簡單嗎？其實我們在做眉弓的時候，不是單單考慮到眉弓的眉眼距、厚度、形狀，我們還要考慮到其他幾個參考點。其中一個就是額頭，額頭很凹的人適合打眉弓嗎？打完就變山頂洞人了啊！這是一個，如果你這個地方額頭很凹，你在打眉弓，那看起來是不是像原始人？就不好看。所以我們在打眉弓之前，我們要參考周邊的一些構造。接下來講剛講了什麼？眉眼距、厚度、形狀。我講3個，接下來第4個我們要考慮到一件事是額頭。額頭，來我們來看一下，我們用芊芊來說這個比喻。額頭呢，這個額頭當然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，但我們要講到內輪廓，講到眉弓，這是眉弓，我們一定要講到另外一個東西，叫做額結節。額結節是什麼意思？就是我們不是要把額頭打得跟什麼安康魚一樣，這邊掛個燈籠，這樣不是很奇怪嗎？對不對？我們希望它有立體感。那這個立體感呢，它的塑造就是塑造其中一個叫額結節。這個額結節的位置大約在這個位置。它怎麼定義呢？是用我們瞳孔內側，內側這個醫學上我們叫 medial limbus。是不是很有學問？我也覺得每個可以講。好，我們用這個瞳孔內側，讓它直視前方，而內側這個地方往上畫一條線，當它的高度大約是在我們額頭中間的這個地方，我們是叫額結節。我們在打額頭的時候，我們會希望它的額頭，因為這個額結節分成內外側。什麼叫內外側？內側這個地方要飽滿，外側這個地方要有一點斜度。好，然後第2個重點，以這個額結節把額頭分成上半跟下半。我們來看側面哦，上半它會有一個這樣的角度。會有一個這樣的角度，會有一個這樣的角度，這樣的角度我们會希望它不要太銳角，它要有一個鈍角，比較鈍。因為如果你這個地方太銳角，那是不是你會有一個感覺是你的額頭上半部好像塌進去，它就不好看。那我們利用這樣子，我們就可以塑造出來額結節加上我們的眉峰，加上大溪區，這個就是內輪廓上半部最重要的點。看到了嗎？內輪廓是這樣定義的，所以網絡上有些圖都畫非常含糊。好，那做出來你就覺得，到底要怎麼打，搞不清楚。大概一個這樣的概念：內輪廓、額結節、眉峰跟我們的大溪這一區。好，那講到這裡，我是不是又扯到一個地方，叫做大溪？我們的眼眶骨跟我們的太陽穴交界這個地方，這個地方也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直接打的，你的太陽穴不能太凹，而且這裡面還涉及一個秘密。這個秘密呢，跟解剖學有點關係啊，就是我們的眼眶固定韌帶在這裡有一個縫隙。這個大溪這區如果打得好的話，不僅可以塑造出內輪廓的感覺，還可以對眼尾的提升效果更好。怎麼打呢？各位如果我知道，其實你知道我們節目很多醫師在看哈，想知道怎麼打可以來上我的解剖課啊，解剖課會跟大家講啊。那個我們就會講到說，這個大溪這一區怎麼打才是對的，才是安全的，怎麼打它才會有立體感，然後它才可以上體。好，講到目前為止，大家很多觀眾可能已經覺得訊息量爆炸，所以你們發現我一直在幫大家複習。眉弓是內輪廓上半部最重要的部分。第一件事注意什麼？那個高度，眉眼距高度。第2個是注意什麼？厚度。好，第3個是注意什麼？形狀。第4個我們要注意周邊的構造，包含什麼？額結節，還有大溪區，這個叫做內輪廓，這叫內輪廓。還有另外一個重點來哦，我們眉毛是從內到外的。我剛剛都在講內輪廓，對不對？內輪廓我強調就是眉毛外側這一區，眉毛的內側跟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構造相同，就是我們的鼻子。我們的鼻子呢，在以前都很喜歡這樣子做一根，很假。但你們發現，從某一年開始，大家開始注意一個東西，叫做鼻子的海鷗線。海鷗線指的就是我們的眉頭跟我們山根相連的這一區，特別是女生，我們希望它有點柔和的感覺，我們這叫海鷗線。好，但注意了，講到這裡，海鷗線適不適合打玻尿酸、打填充？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？不要，千萬不要。千萬不要，海鷗線這個地方為什麼不適合？首先，我們打東西在這裡，它不像鼻子，我們鼻子這個地方是有骨頭去支撐的，但是我們的海鷗線，特別是這一區，剛開始打很漂亮，如果你打填充，後面它很容易會擴散下來，變寬，哇，那真的就超自然的，自然就像阿凡達一樣自然。所以那個阿凡達鼻子变寬嘛，很大一根嘛，所以海鷗線不能亂打。海鷗線要怎麼打？要用線，海鷗線這個位置用線，它的不會跑掉，不會變寬，它甚至也不會影響到你之後隆鼻。好，很多人就會懷疑說，我用線雕做鼻子，線雕做鼻子做鼻頭，如果你有一天要隆鼻會有很多問題。當然這有技巧的啊，如果亂買，都醫生買鼻子管你的，就一直塞，其實這是不對的啊。那塞不好影響後面手術，在海鷗線就不用擔心你後面手術的問題啊。我本身是外科醫師的，所以我很清楚是要手術怎麼講的。所以有時候微整醫師他不一定能回答你這個問題啊。海鷗線埋線安全，形狀不跑掉，好看，不影響後面的手術。這個地方打玻尿酸容易擴散變阿凡達，更危險的是這個位置有一條血管跟我們眼球的血管相通，所以不要亂填。
所以海鷗線連接起來到我們的眉弓啊，然後把整個內輪廓做起來就會好看很多。但是大家有没有發現一個問題？我一直沒有提到我們眉弓到底要用什麼材質比較好。好，坦白說，眉弓的材質如果是用一般微整形，我最推薦精亮瓷。精亮瓷是一種卡哈的東西。好，它打在眉弓這個地方，它的塑形的確是很好，也不會容易造成下垂。一般的膠原蛋白增生劑我並不建議，因為它打在眉弓，這個膠原蛋白增生劑有時候它往下流，它會跑到我們的眼皮上不好看。但微晶子打這其實就挺好看的，我打很多，我覺得客人打完就覺得很英挺，不會移位，很好。那還有，可是微晶子它畢竟沒那麼持久，有說方法有，我們可以利用脂肪。有人說脂肪不是會下垂嗎？對，所以要加上線，一個是鋼筋，一個是水泥，它做出來就是有立體感的眉弓，它做出來又不會掉下來，就很好看。好，你看一下这個圖。我們今天在講內輪廓，講到眉弓，再複習一次，眉弓我們要注意什麼？眉眼距不能太低，它的再是厚度，再是它的形狀。接着我們要注意連接額結節，還有我們的大溪部位。內一側呢，就要注意到我們的海鷗線眉弓。眉弓很多人不熟悉它，很多醫師不熟悉它。看完這一集會非常了解它。好，講這麼多，可能我們觀眾裡面也是有男生的哦。男生眉弓這麼重要，我跟你講，男生眉弓我覺得比女生更重要，因為男生我們就希望英挺。但是男生的概念跟女生就非常不一樣。首先，我們來看像這個圖，男生的眉弓啊，它不像我剛剛在講，好像芊芊她的額頭，我們這個地方飽滿，我們剛剛講要額結這樣，要這樣的一個弧度。可是男生首先要注意一件事，男生的額頭不見得要那麼飽滿，特別是中間這一區，有的時候我們稍微有一點微凹，讓它有一點凹凸有致的這個感覺，會比較立體。那再來，男生的這個眉弓啊，眉弓它其實就比較偏向越往外越厚，越往外越高，因為男生有一點點劍眉會比較好看，跟女生剛強調這個弧形也是不一樣。好，所以男生的這個形狀哦，我們有的時候就不會強調說像女生我們要圓潤，是要刻意留一點角度的，這也是美學上不一樣的地方。好，我們講了這麼多關於今天額頭的美學，打眉弓是需要了解結構的，打眉弓我們要了解美學的概念。好，打眉弓我們要知道材質的選擇或是搭配，不然不小心打完眉弓，我想這樣，你看這個犯了什麼錯？我們一個來解釋，這個眉弓打完你會覺得很嚇人。很凶，對不對？第一件事，它眉眼距太窄了。第二件事情，你看它整根都很厚，它的厚度選擇不對。第三件事情，它在女生上面，它沒有把形狀塑造出来，沒有。第四件事情，它的額頭很凹陷，它沒有做出我剛剛說的額結節這種飽滿的感覺。它比較好的部分是它的大溪區，它本來就有大溪區，可是它的太陽穴又稍微不夠飽滿，所以顯得大溪區太凸。那這整個裡面，我覺得只有它的海鷗線是比較 OK 的，不然這整個眉弓我覺得是很失敗的，看起来很凶。好，那看完這一節，我相信大家對內輪廓的上半部就很有概念，大家對於打眉弓這件事情也開始很有概念。歡迎大家收看科普一點新知。我們今天又來講一個很少人提的一個概念，好，就是內輪廓線的中半部。什麼叫內輪廓線？趕快回去看我們前面幾集。好，那之前也講到內輪廓線的上半部。好，那來我們來看一下哦。我們看芊芊，我們上次提到內輪廓線包含眉弓、額結節、大溪這一區，這叫內輪廓線。好，為了讓大家理解，我們再來畫一下。我們上次提到怎麼去定義這個眉結節，那個眉峰，然後怎麼去定義我們的額結節，還有我們的這個大溪這一區，這叫內輪廓的上半部。那今天要跟大家講內輪廓的下半部中半部。內輪廓的中半部有一個名詞叫做 OG curve。有人把它叫做 OG 線，這個 O 啊，為什麼叫 O 啊？因為這 OG curve 是歐美來的一個觀念啊，他在講關於中臉的這個 OG curve。可是到底什麼叫 OG curve？ 那 OG curve 它其實在我們臉上的結構上面，跟我們臉的臉頰凹裡面的中頰凹有關。什麼意思？臉頰分成前頰凹、中頰或頰凹。好，想要知道臉頰凹原來有分前中後，為什麼要這樣分？在解剖上，在美學上，在我們臨床上，它有什麼差別？我們趕快去看這關於臉頰凹的這一集。好，還有 OG curve 跟貓咪紋也有關係。好，貓咪紋怎麼處理？貓咪紋也有分哦。其中貓咪紋分成下垂型、粘連型跟凹陷型。那這個 OG curve 跟凹陷型的貓咪紋有關。貓咪紋分這幾種。這幾種趕快去看我貓咪紋的這個。其實這裡面有很多的這個分類跟定義，是我在一些國際的醫學會上面，我按照解剖上面來跟大家講解。講它為什麼它會變這樣，那要怎麼去處理它，都有它的學理在。那我把它用的讓各位不是醫務人員也可以盡量可以聽得懂。那所以貓咪紋有分類，那 OG curve 跟其中所謂的凹陷型貓咪紋有關。OG curve 還跟顴骨有關係，待會我一個一個解釋。好，當然每次聽張醫師的東西都覺得哎呀好深啊，因為我們希望各位不要隨便亂做，也不要給隨便的人做。不要做完以後變得很隨便。我們希望微整形是一個精準的醫學。不然其實有很多人外界很多的微整形印象啊，有手就可以打或者是
包含也有一些這個醫院的醫師會覺得微整形就是亂七八糟人在做啊。其實像我們自己從醫學中心出來的時候，我們在鑽研這方面的時候就知道，其實這裡面有很多的學問在。然後我今天就是要把這些學問跟大家講解。什麼叫 OG curve？ 好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OG curve 呢，它其實本來是在美學上面呢，它講的 OG 的意思是 double S。什麼叫 double S？ 就是我們來看這個圖，它就是這樣一個雙 S 的一個曲線。我們來看哦，比如說這個人他就沒有什麼 OG curve， 他的 OG curve 顯得比較平。那這個人呢，他的 OG curve 就很明顯，有這個線條。身體也是有 OG curve 的。身體的 OG curve 就是常常大家在看，好吧，上半身、腰身、屁股，這就是身體的 OG curve。我們臉也是有 OG curve，這種 OG curve 是自然界的一個美學，但很重要。大家有沒有發現，我們之前在講，比如在講下巴的時候，在講這 Ricky Zahn 就說西方的定義，你在網絡上看很多定義，其實並不適合東方人。東方人跟西方人為什麼拉完皮效果會差很多？在結構上、美學上什麼差別？我講了很多東西上不同。很多時候大家在看一些小紅書，或是看一些醫師都講得很淺，其實講得很淺，或者他只跟你講這個中間多漂亮怎麼樣，那代表什麼？代表他沒有東西可以講出來，代表他沒有真的鑽研這樣，代表他做的東西很隨便，他沒有很認真去研究為什麼會這樣。好，那這個就會影響到你的效果跟結果。好，像這個圖，這個 OG curve 是歐美人、白種人他們的定義。事實上，這樣的臉型，坦白說，在我們東方人來看，我們並不喜歡，對不對？為什麼？因為你會發現一件事，它這裡面它的 OG curve 它的凸點，它定義在顴骨點上。它定在顴骨點上，所以你去看包含現在外面有很多在講什麼極點拉提法，什麼拉提法，那他們用的就是西方那一套打玻尿酸拉提，他們特別愛打什麼顴骨這個地方。他告訴你一件事，我這裡打了上去之後會拉提上來，你的蘋果肌以上體的法令會變強。於是好多人打完以後就變成顴骨變得好大，然後很多人打完之後蘋果肌反而變得更垂。為什麼會這樣？你跑回去跟原來那個診所講，會跟你說沒有我每個人打成這樣，就這樣才怪。這種 case 我都看過幾百個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代表醫師在幫你試打的時候，他對結構不清楚，他對結構不清楚，他對美學沒有了解清楚，他就照本宣科。他看着台上的一些外國的講師，他在打的時候就跟你說，打眼尾下面顴骨這個地方打這裡可以提升，打完臉會怎麼樣我可以增加 OG curve，他就照本宣科打，哇，完了，這不適合東方人結構，不適合我們的美學。所以同樣在講 OG curve 的時候，我們要重新定義它。好，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圖，這個才是東方人的 OG curve。上面這個圖，其實畫的也不精確。所以看網絡看小紅書，很多時候真的見信書不如出，我們要看真正專業的。這個圖哪裡畫錯了？首先，它上半部這個地方畫的眉峰點不是在這裡，應該要在哪裡？在這個位置。好，再來，它這個地方這個 OG curve 它的這一個曲線點的定義，就跟剛剛歐美的 OG curve 不一樣。歐美喜歡定義在顴骨最高點，顴骨最高點，但我們東方人不應該定位在這。東方人在這個 OG curve 它的定義的時候，我們希望它的點呢是在這個位置，有什麼差別？顴骨最高點通常在眼尾下外側這個地方，這裡一打了，你的臉看起來顴骨更大，會更寬。但我們會更希望飽滿點是在顴骨靠內側一點的地方。意思是什麼？如果你按照歐美的定義打在最凸的是這，哇，看起來這個點更寬更凸。但東方人更需要的是打在這個點，這個點我們碰在這個點，它會有什麼效果？第一個，它一樣可以制造出曲線感；第二個，你的蘋果肌會更飽滿。好。第三個重點來了，這個位置往往是東方人貓咪紋常出現的地方。好，貓咪紋我說了有分下垂型、粘連型跟凹陷型，它通常是出現在凹陷型的貓咪紋上面。好，那所以它打完之後，因為貓咪紋在東方人看起來特別不好看，西方人的貓咪紋還沒那麼多，東方人貓咪紋特別多。好，來看一下我在醫學會上面的演講，我記得這個是我在巴黎演講的時候給大家放了一個。這個樹其實是臉上的韌帶，我們顴骨上的韌帶，這個下面這個地板是顴骨。這個是皮膚，這是皮下脂肪，這個是深層的組織。好，這個是顴大肌。好，那我給大家講了一個什麼概念呢？你們看，我們隨着老化，很多人這個在我們前弓韌帶深層的部位它會萎縮，於是它就造成了一個凹陷型的貓咪紋 （depressed type 的 Mitchell Group），就是所謂的凹陷型貓咪紋，就是這一區，就是這一區。好，所以填這個地方好多的好處。第一個，可以制造我們喜歡的 OG curve；第二個，你的顴骨看起來反而會變窄，什麼意思？本來顴骨最高點在這，當你這個地方飽滿，我們看前現在這個地方，它現在飽滿的時候，你就會發現最高點不是這兒，而是這兒，而是這個地方，它是不是就有點縮小的感覺？在美學上，你的光影變化就有縮小的感覺。第三件事情，這個地方如果你打得好的話，它才真的有一點點 tenting 上提的效果。那應該要打在哪裡呢？這個剛好我要幫這一周要幫醫師上解剖課的時候，我會講到這裡。好。有點深，要開始講外星語了哈。我們這個地方呢有一個韌帶叫顴弓韌帶啊，顴弓韌帶呢在過去顴弓韌帶發現顴弓韌帶大概是50年前，那在過去呢都認為顴弓韌帶就是一排的韌帶，可是呢在3年前呢有一篇新的研究論文呢證明顴弓韌帶是2層的構造，
那這2層的構造呢，它在我們拳大肌的上面，所以我们在打針的時候，如果會打的話，把它打在拳大肌的上面，打在這一區，我們把它打在一個構造叫 DLCF。第一個，它在2個韌帶之間，它不會往下掉；第二個，它可以撐起你的貓咪紋；第三個，它可以補充你的 DLCF 這個構造，它就可以有挺起來的作用。哇，聽完有什麼感覺？好有學問，還是聽不懂外星語？我要跟大家講的事情就是很有趣哦。當你對構造了解的時候，你按照解剖的構造你去做，第一個它安全。第二個它自然，第三個它對於你美學上它自然就會有很好的效果。好，所以東方人在打不是打在顴骨上，我們的 OG Curve 我們會把它打在這裡，改善我們凹陷型的貓咪紋，可以讓它飽滿，可以讓它有內縮的感覺，可以讓它有 tenting 支撐的感覺。所以你看我們剛剛提到中臉的 OG Curve 其實就是我們內輪廓線的中段。你知道怎麼填，你懂得結構，懂得美學，可以安全的填，就可以做出這樣的效果。我們看原來的圖，好，OG Curve 被中斷，打完之後你會覺得哇，臉型變飽滿、變平順、變好看。像這個樣子做完之後，你會覺得它顴骨內縮的感覺，臉變順，內輪廓線變得更好。那像這個姐姐，她的 OG Curve 不是單單填充，她還需要做上提。我剛剛是不是提到我們貓咪紋有下垂型、凹陷型跟粘連型？那它就同時合併了下垂跟凹陷，填充之外要合併的拉提，才可以把這個 OG Curve 把它做出來。男生也是一樣哦，男生大家不要以為說我們男生要有一點顴骨凹凸比較有型，男生我們一樣希望它是有型的，但我們不希望它是不順暢。好，所以像 OG Curve。我們把它做出來，我們把它該垂的地方把它上提復位，凹陷流失量把它補起來，它整個人感覺就可以年輕非常的多。好，我們今天跟大家講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，也是很少人提到，或是你會發現呢，這個很多人講的含糊。OG Curve 無極限，重點是什麼？第一個，它是我們內輪廓線的中段；第二個，它呢，東方人跟西方人的美學概念是不一樣的；第三個，我們在做填充的時候，你要填對位置，你才有辦法做到安全，你才有辦法做到輪廓內收。你才有辦法做出那個適當的飽滿度，你才有辦法在填充的時候，同時有 tenting 攤那個撐提的感覺 ，tenting 撐提的感覺。好，那我相信這個講完以後，大家一定會更有概念。如果你覺得我們的節目對你有幫助，你可以私訊我們你的問題，也可以把這個影片發給你朋友讓他們看。好，如果你把這個影片發給你朋友，跟我們小編講，他們會把我的一本著作叫《微整聖經》的電子檔發給各位觀看。好，大家千萬要注意哦。在變美的過程，不是讓人家擺布，讓人家告訴你怎麼做，你自己也要有充分的了解，因為沒效的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。拜拜。拜拜。看了我們今天的影片之後呢，對你是不是很有收穫？你要不要確認一下今天這個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？趕快來做以下這些題目哦。